嘿，大家我阿玲，我前几天去买了那个 Marco 说推荐给我可以给肤色比较深的人使用的那个开架粉底，那它是 Kate 的幻象林霞粉底液4号，我这边有稍微试用一下，觉得好像是比较偏干的质地啦，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我今天想说来试试看，然后我还是现在有点担心它会有点太白，它长这样子，哇，非常简洁的一个设计，我喜欢。然后我买的是04号，就是它那个表上面颜色最深的了。他说使用前要先摇一摇，我等一下来上个保养品，因为我没有要出门，所以我就不打算另外上防晒。这个本身也有 SPF 30 PA+++ 的防晒，先挤出来看看。哦，它整罐这样很好赞哦，我喜欢这种没有过度设计，而且感觉很好收。我来挤一点出来，哦，是这样。本身感觉是比较稠一点的粉底液，这样，我觉得摸起来目前的感觉是比较控油的，闻起来就是粉底液的香气哈。我决定先上个保湿，因为我的脸本身是干肌。应该说混合偏干，那如果直接这样子用它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太干，所以我先上个保湿的妆前这样。OK， 保养品吸收的差不多了，那我就来用看这个粉底液。那我决定用海绵拍开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先挤在上面吧。它真的是比较稠一点的，再一次展示。我不想把手搞脏，刚刚搞脏了，我觉得好麻烦。我用粉底刷先取一点，然后先涂一半吧，先涂这边。我尽量把它，OK， 这个是新的海绵，都没有用任何东西，我也没有喷任何定妆喷雾什么的，我就直接试着把它拍开。好像真的有合我的肤色哦，很难得哦。应该要拿气垫粉扑那种比较大的来拍比较快。可是我气垫粉不能去洗了，所以就用这个啊。然后现在拍上来，的确感觉是比较控油、比较干一点的那种粉底，蛮干的这种粉底。然后遮瑕度我觉得也算是有，它算是有一定遮瑕度的粉底液，这样很不错哎。它连我的额头都不会太夸张，我最常就是我的额头晒得比较黑，所以就会让这个粉底液不合我的肤色。目前上了半边脸的效果就是这一半边这样，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我觉得它真的是比较干一点的粉底，前面也一直在讲，尤其是在鼻子这边，因为我鼻子这边也蛮干的，所以就会蛮明显的。但是颜色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很不错，它跟我本来的肤色其实蛮接近的。以开价来讲，有这样子的颜色，我觉得很感谢了，很感恩了。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肤色比较深一点的话，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就把另外半边也补上。OK， 这是全脸上完粉底液的样子。它的遮瑕度我觉得有，因为我刚刚这边有几颗小痘痘嘛，然后已经盖起来了，虽然还有一点点明显，但是我觉得以粉底液来讲说这样已经够了。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其实遮瑕的话也就只会遮这样。然后眼下黑眼圈的部分，我觉得也还 OK， 只要再加强一点点，就是可能把它提亮一点就 OK 了。我觉得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气垫粉扑那种比较大面积的，因为像这样的小海绵，它干的速度其实蛮快的，所以拍的时候会有点很紧张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要用的话，如果你是新手，手速没有那么快的话，可能会用气垫粉扑，面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上妆工具会比较方便。然后粉底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干肌的话，还是一样，就是先铺开之后再赶快把它拍开会比较好。因为我目前感觉它其实是上去之后会蛮快的，就要说收干嘛，或者说蛮快的就已经在吸油了这样。然后色差的话，我觉得还 OK。小小的困扰是鼻子的部分，拉近给你们看一点。
鼻子的部分我觉得会比较明显，然后我觉得可能也会是接下来比较容易脱妆的部分。那老实说，我今天没有要出去，所以我想说我就测试这个粉底。那目前感觉起来，我觉得如果是冬天，或许可以不用定妆，但是因为我等一下要运动，所以我觉得需要定个妆。我刚刚试图找一个透明的蜜粉，但是我现在有的蜜粉就是一个就是 YSL 的，一个就是我上次测试的这个凉感蜜粉。因为我通常其实是用粉饼比较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可能会用 YSL 这一块，就是它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定妆而已。我个人觉得它在妆效上并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这样子，但是它就是一块蛮中规中矩的蜜粉，虽然不是白色，但是它并不会像那一块凉感蜜粉一样有明显的提亮，就是会让整个脸直接就是马上变白这样。那我应该就会用这个，然后避免粉上太厚，所以我会用刷具。这一把上面的狗毛比较少，然后斜坡也这样子，那就是直接取粉。其实你手边如果有其他的蜜粉，就用其他蜜粉。我是因为我真的平常是粉饼人，所以我通常就是一块蜜粉我可以用很久。我也有之前买的其他几块蜜粉，但是就真的是我都是要用好几年，我才会把一块蜜粉给用完。我实在是很少，尤其是夏天我不怎么化妆，然后冬天的话我化妆不需要定妆，本身已经开始越来越变成干肌了，定妆对我来讲其实还好。OK， 那我检查一下哦，我也没有上遮瑕，然后我也没有上其他的任何产品，反正我就待在家。我想说就专心的测试这个粉底就好了。有没有其他长睫毛人，就是每次跟我一样，就是化完妆之后，你就要先把你所有的睫毛拔过一轮，要不然接下来它就很容易会掉进眼睛里面。每天都在拔睫毛。那定妆完的效果是这个样子，它真的就是透明蜜粉啦。对，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好痒啊，有狗毛啊。我觉得日常来讲的话，其实我就会这样，我也不会再另外遮瑕就出门了。就是以妆感来说，我觉得目前这样看起来很 OK。然后上蜜粉之后，当然会看起来再更干一点，但是我觉得还行。不过就是这边会比较容易有痕迹啦，因为我讲话弧度，就是嘴巴很容易会有就是笑啊什么，所以我这边本身就很容易卡粉，所以我觉得还在就是正常范围内啦。那现在我们上完妆11:08，哇，我好少这么早就是先化好妆了。那 anyway， 反正我今天就会在家里进行一连串的事情，就是接下来我要去运动，我要跑我的超慢跑，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他在运动还有大流汗的状况下到底 O 不 OK 这样。然后下午我应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打一些文案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我会实时记录给你们看，然后我也在找不到那只狗毛，好烦。好，那现在是11:08，那我们晚一点再见啦，滴滴。来了，现在是12:33，我刚运动完，我现在要来擦汗。哦，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超慢跑220 ppm， 然后跑了40分钟，然后再做了一些简单的下腹训练，这样。这是现在要来讨摸的米花，因为我运动完都会摸它，那按压一下吧。我今天运动的时候特别就是没有去擦汗，要不然平常我是会一直擦汗的类型的。哦，意外的还 OK， 我觉得好像还行脸颊。好像还行没有什么太多的状况。一直有毛啊，好烦啊！养狗啊。这是现在的妆感，我看一下，好像还行我觉得维持的好像还行就是没有太夸张的，然后眼镜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戴眼镜就是这样，我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没有擦掉太多东西，一点点而已，很不错很不错。因为额头是重灾区，但是其实也还好。
然后我今天跑步就是跟平常一样，就是正常的冷气电风扇，但是也是像大流汗这样。我觉得还行诶，目前还行。那我要把握时间去喝高蛋白了，那我们就晚点见。9:51、52，然后我今天的行程就是如前面所述，我有运动之后，我就是工作、吃饭，还有遛狗。我刚刚遛狗回来，然后今天的天气并不会太热，今天就是有点阴雨这样，毛毛雨，最高才28度而已。但是我其实都待在冷气房里面，27度的冷气房，然后有开电扇。并没有直吹，但是就是偶尔会流一下汗这样。然后刚刚遛狗回来，现在也是有流汗的状态。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现在的状况，近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来擦汗一下。我的人中现在这样子，可是你要想，这是一整天嘞。我11点多完妆的吗？还是10点多啊？我几点完妆的？感觉应该也有个10个小时了吧。就额头的地方一样是少少的这样，然后来看一下，现在来仔细看一下。他眼镜痕的地方其实没有很明显，很厉害。通常真的是平常任何粉底眼镜痕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样，他的眼镜痕我觉得算是很厉害，摩擦。虽然说都蹭掉了，但是就是并不会有太明显的脱妆这样。然后皮肤、脸颊这些地方，还有额头这些地方的妆感还是非常之好，而且我觉得它是越出油，你的妆感会越好的那一种粉底，有点越液越美丽的那一种感觉。然后鼻子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小脱粉，但是就是细看的话也可以发现说，就是其实出油之后它的妆感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一点啦。就比起我早上有一点白芝麻的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变得反而很好看。然后我今天也没有什么补妆。然后就是正常的生活，妆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棒。我是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我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稍微看一下脸。我是真的还蛮惊艳它的，就是持妆效果很好，然后同时也不会觉得脸很干，还很不舒服之类的。就是它上去之后就很乖，它是一罐很乖的粉底液。但是它的持妆度我真的是有惊艳到，因为通常流汗，然后运动完流汗有可能会有水痕，但是它完全没有，然后我真的很满意鼻子这边的表现。脸颊的表现也非常之好。那为了证明我还是脸上还是有妆的，所以我们来卸妆，卸一半的脸看看。OK， 我就用那个卸妆水擦这一半好了。哇，它真的是跟我的皮肤很合就是你看这边才可以看得出来说好像有一点色差，我不知道相机看不看得出来，但是我要这样子，然后很近的时候才看得出来说，它跟我的皮肤是有色差的。这件事蛮不得了的，因为通常我这个肤色开价的粉底液，不管怎样买，都还是会有一点太白，所以拍到脸上会有点发灰。然后就是我卸妆的那个卸妆棉。就知道，就是我的脸上是有妆的，就是黑眼圈的地方可以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差异，就是它的遮瑕功力、遮瑕的效果，我是觉得真的很不错。以日常妆来讲，然后你没有什么太重大的瑕疵的话，我觉得这罐真的很够用。我相信它一定更适合油肌用一点，但是干肌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行程，就是你早上起来可能会有流汗的行程，可能去赶公车或赶捷运之类的，然后到办公室之后就是都有冷气伺候的话，我觉得这罐粉底液会很适合你，因为它并不会越来越干。有一些控油的粉底液会越来越干你的脸，我觉得越来越干，然后就是整个受不了。它并不会，它就是越来越漂亮。就是当你的鼻子开始慢慢脸上开始慢慢出油之后，它会越来越漂亮，它整个妆感会更自然。我觉得看起来会比早上看起来还要更好。价格又，我得说，就是跟专柜比起来，它价格真的好便宜耶！这一罐这样子是25ml，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也才多少钱而已。多少钱啊？忘记了，就是你买的时候不太会心痛的价钱，又适合干肌跟油肌
当然啦，就是前提是你干肌要用的话，当然要加强保湿，或者是你的妆前可能要特别选一下。可是我觉得这罐以开价来讲的表现已经很棒了，很夸张。我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点想要抱持着，就是 OK 这一支影片我就花这一笔钱，我投资一下，看看能什么效果。但是现在这样看下来，这一罐粉底我是真的会想要日常用，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会愿意用它。就是夏天我不太会用粉底液，因为对我来讲我太容易流汗，很容易会有那些水痕什么之类的。这一罐居然没有，我觉得很惊艳。它上面有写就是不易致痘，我这边的确是没有什么致痘的感觉啦。那其他的我觉得它上面写的很真实，它没有胡乱写，它没有瞎鸡巴乱写，这是真的，就是它里面的高遮瑕度啊、高持妆效果，还有什么打造肌肤透明感的粉底液，虽然有遮瑕度，但是可以打造肌肤透明感遮瑕的粉底液，我觉得这一罐是有达到这件事情的，很猛。通常这两件事情会有点互相违背，但是它有做到这件事情，很厉害。对，它的色号有出到我们这种二砂肤色，你知道2号砂糖肤色的人可以用的话，我觉得也很棒。所以我觉得这罐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耶，它真的很厉害耶。然后像我这边其实是有痘痘的，早上的时候有痘痘，它到现在痘痘这边也没有浮现出来，我把它擦掉一下，看看是不是。对，痘痘这边它也没有让颜色浮出来，或者是因为痘痘然后就粉底就抓不住脸什么之类的都没有，然后眼下什么的我觉得也很 OK， 就是出油之后这个妆感是真的很漂亮的。以开价来讲的话，是很值得买的。我也把妆卸掉，给你们看一下我真实的脸。这样收 ending 可以吗？我很难得会推荐粉底液，因为我觉得粉底液真的是太难推荐了。然后不同的肤质，感觉我只能推荐混合偏干的人用。但这罐我觉得连油肌用应该都很没有问题。你看我卸妆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我没有做任何就是其他的，我今天的脸就只有靠，我甚至没有送妆前乳，我只有做那个妆前保养而已。我就妆前保养之后，就是它之后我就上一块那个 YSL 的透明蜜粉，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它就是一整天，然后也没有喷定妆喷雾，然后照常生活，照常运动，照常吃喝玩乐这样子，很 OK， 是真的很 OK。今天其实是另外一天了，今天是7月23号，然后我刚刚又再一次的，就是用了这一罐粉底液，然后我还出去外面买菜，然后还遇到大暴雨，然后就是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妆到底怎么样。我好热，所以我现在可能会有点喘。那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现在汗如雨下，真的是热到不行，因为我才刚回来这样。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擦擦汗，那我就来擦汗咯。眼镜痕果不其然的就是一定是会消失的呢。然后，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它维持的妆效很不错诶。那来擦汗喽。用暗的。大概是这样。按中，大概是这样。鼻子会有一点掉妆，因为我鼻子就是人中这些地方是我的流汗重灾区这样。然后你们看这个妆效，很不得了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得了就是虽然有掉一点，就是多少会掉一点，因为我其实这一次也没有喷定妆喷雾，我就只有那个用 MAC 的妆前乳，然后一样是粉底，然后遮瑕之后就上跟那天一样 YSL 的蜜粉，就这样子而已，我也没有喷定妆喷雾，表现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讲，对我这种暴汗的程度已经很可以了，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这就是好热，太热了，我有点语无伦次。就是反正我觉得很 OK， 你们细看一下，我觉得很不错它并没有，尤其是像是脸颊这些地方并没有大崩，然后我的眼睛旁边这边流汗有没有？因为我现在眼镜拿掉我就看不到，眼睛旁边这边流汗其实也没有到太严重的肌线啊什么之类的也都没有。
就是我的鼻子跟人中这一块重灾区可能比较严重一点，但是我觉得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它本身的粉底液非常贴合我的肤色，所以就算掉了一点，其实也不会看，就是也不明显这样，非常之厉害，是真的非常之厉害，我很就再一次让我觉得太值得买了，太值得买了，就紧急的跟你们更新一下哦，好热，真的好热哈。那就这样啊。今天关于 Kate 这一罐幻象林霞粉底液04号的实测就到这边，我真的是非常的实测，我就没有化其他的妆，然后我平常怎么样过生活，我就是怎样子用，就是现在甚至是一个素颜的状态。我觉得我非常推荐这一罐开价粉底液，它的妆感。然后还有它的持妆度，我觉得是非常对得起它这个价钱的。我居然有说出这句话的一天，我通常不敢这么打包票的讲一件事情。然后它的外包装很好看，然后收包包也蛮不错的。然后色号，我觉得我更比起什么妆感之类，我更想强力推荐的就是它的色号。它的色号居然有做到我们这种二砂肤色，就是你要说到小麦色吗？也没有，但是又比健康一般他们定义的健康肤色还要深一点的人的粉底液，我觉得非常之难得。就是我老实说，我这几年我已经完全放弃在开价买粉底液的念头了，因为就是不可能找到适合我们的颜色。他们再怎么说是健康肤色，都还是会有点白。但是这一罐做到了，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些微色差，但是已经很好了，而且轻微的提亮，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在现场试用的时候，反而感觉偏白，不知道是我拿错罐还是怎样。但是我真的很推荐，就是你可以去试试看，去摸摸看。然后它的质地以粉底液来讲的话，相对比较稠，但是它的持妆度、妆效这些我觉得都很棒。而且我最喜欢那种越液越美丽的粉底液，就是当你脸上出油之后，它可以跟你脸上的油脂混合，让你的妆感更贴肤，然后更漂亮。这种粉底液是我最喜欢的粉底液，很难得，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Kate 就是他们除了他们的眼线胶笔以外，这一支我要记在我的榜上，这是我可能目前关于他们家的产品我最爱的2样，一个就是我永远没有办法离开的眼线胶笔，一罐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一罐粉底液，我绝对可以把它放到榜上。OK 的，我可以很认真的推荐给你们，这一罐是可以买的。混合偏干的话，使用的话，就如我前面一直疯狂强调的，就是要记得保湿，多保湿一点。你的妆前就不要再选控油款的，因为这一款就有控油了。上妆的话，就是会比起用小海绵或者是刷具，我更建议你们就直接用大的那种气垫粉扑，那种大的粉扑直接拍开最好，因为它其实干的比较快，所以你越快上好妆会越好，就是它的妆效会越漂亮这样子。这种粉底液就不适合全部都铺开之后再慢慢拍开。你要的话就是分区域性，你一次现在先上这个脸颊涂好之后马上拍开，再换下一个脸颊，再马上拍开，就是不要全部都涂好之后，它跟那种水光型的粉底液不太一样，不太能那样子做，它有可能会直接干掉在脸上这样。那还有什么要讲的？我觉得该注意的事项还有它目前的表现来讲，都已经非常之棒了，我非常惊艳。好的产品就是这样，你不用再用太多的累赘的词在帮它，这是强推还是什么？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子好，能讲都讲了，它就是这样子棒，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来用用看。今天关于 Kate 这罐幻象林霞粉底液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有喜欢看什么样的实测，或者是你也有发现什么样的粉底适合我们这种2砂型肤色的话，欢迎告诉我，那我都很愿意去买来测测看，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感想。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还有订阅。然后，喜欢看运动分享的话，我在 IG 每天都会有更新我的运动实况。然后我在脆上面有非常多废话这样。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咯，我是阿玲，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我现在是，我看一下，现在是11:31，我要卸妆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妆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很可以了，真的很可以了。去买吧，真的是去买吧，拜拜。